今天我们要到河对面去看一栋木房子，闲置多年，没人居住。从这边坐船过去，从浙江那边来了3个大哥，带他们去看一看。这栋房子之前是我买下的，叫了当地的一位大叔，从这边坐船送我们过去。没动了啊！我们带了好久，我没呼吸了啊！30-40米。30-40米。对啊。我大概在买的嘛，过河比方便。我买一个过河方便点。是的啊。不然对他转的好。他木砖。那个铁砖。他那是铁砖，大小。啊。这是6万了。这边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船，挺方便的。你不给我转过河，上面是然后面可是我没方便。是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河中央了，水质很好。啊。我的爸爸在这。我就怕你不肯出境哦。这是从浙江过来的大哥，打个招呼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来过来挺远的，你们那边过来有1000多公里了。对。感觉湘西这边怎么样？山好水好，环境也不错啊。坐下。看下嘛。对，就在那边。现在我们看到尽头那边是下游。那实际上离城很近啊，这栋房子大概离城里面有10公里左右啊，距离乡镇有2公里左右，交通是挺便利的。今天我们是坐船，实际上是可以开车到房子的背后，在那边也是通车的，平时在这边钓鱼挺方便的。这栋房子的上方，也就大概尽头那边有船的那个位置，是有一口泉眼的，那里面常年都有山泉水，挺方便的。整个村子有20多户人家，大部分都是楼房，木房子已经很少了。我买的这栋房子是主人家搬上马路那边去了，所以房子闲置的时间比较长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水质还是挺不错的。现在他屋里送这个好了。水的能见度大概有3米左右。要花钱。你要那就花了钱，你干嘛？那只有首钢发了，我怕有2-3万块钱有没？2-3万还不止嘞。2-3万我都不知道。你还有那个呀？装饰地板砖呢？哦，地板砖也贴了啊。地板砖贴了吧？有这个装饰啊。对，我们就是从河对面过来的，对面有栋房子是贵州大哥租下的，他今年回到贵州那边去了。所以房子也闲置下来了。那栋房子后期的话可能会做处理吧。我们这栋房子是有个独立的小码头。其实我当时买这栋房子就是为了养老，在这边钓鱼。马路是修到了房子的背后，平时可以从那边走下来，有这样的台阶小路，大概宽2米左右，挺好走的。你们先走吧。到这里？对啊。我以为他就上毛嘛。就是镜头前方的这栋房子了。这边是有一个2间的砖结构厢房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楼层高度大概只有4米左右吧。开间也是3.8米到4米，房子的进深大概也就5米多，接近6米左右。和我们之前
改造河边那栋房子差不多大，两边还是可以扩展的，可以修一些厢房出来，包括现在镜头看到的这块位置，都可以修出来一个茶室或者厨房。这边也可以修出来，作为一个茶室也行，或者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也不错。大家觉得呢？这栋房子呢是相当于背靠这样的山体吧，面朝大河，视野还是挺不错的。今天我没有拿无人机，所以没办法给大家飞一个航拍。其实距离河面大概也就5-6米左右吧，私密性还是挺不错的。要是喜欢钓鱼的话，在这里是真的很不错。那这栋房子目前的情况呢，大家也知道，我在老家是修了新房子，在河边又改造了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当年买下来的话也不贵，所以说这栋房子目前我想可能会做一个安排吧，或者是找到他的有缘人也可以。这栋房子整体的结构还是挺不错的基本上修一下，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稍修一下就可以入住了。虽然这栋是我的房子，但是钥匙我是没有的，还是在原来房东他的手上。房东家在上面的马路上是修了新房子，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打扰他，不进去看了。大概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子。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的，整体的结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边的瓦片也都是我们这边湘西传统的一些青瓦，大概3-4年左右检修一次吧。这栋房子的领子我倒是发现挺好的，包括这些瓦条都还挺不错，说明这栋房子的主人家平时打理的还是比较好，和绝大部分我们湘西这边的房子差不多。木房子只用底下的3间，2楼基本上是堆放一些杂物，这栋房子也是如此。在2楼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装修的，简单的铺了一个木板，上面就是堆放一些杂物。房子的整个塞壁呢就是木板来装修，所以房子里面的采光并不是特别好。当然如果我们在这边住下来的话，做一个简单的调整装修，这样子采光就会好许多了。这个位置是以前他们家的厨房，大概开间有3.8米左右，是一个斜面的屋顶，和之前我们改造河边那栋房子有点类似。整个厨房里面大概有17-18个平方左右。当然我觉得把这些墙板全部拆了，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也挺不错。实际上这栋房子是有2条路可以走下来的，这条路现在也是我们的，从上面的马路走下来，和邻居家是有一条分界线，大概就是以这条路为界限。来看看这栋房子的背后，是有一小片竹林，相当于我们的地呢是这片竹林里面紧靠着马路那边的栏杆。这背后实际上还是挺宽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木房子距离背后的山体大概是有2米多左右。那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后面给它延伸出来，用砖来把它全部封起来，就像我们改造河边那栋房子一样的，把它隔成一小间一小间，这样子做独立的卫生间也挺不错。把这个屋顶上面的瓦片给它盖出来一点点，那这栋房子就有单独的卫生间，
在这边居住也更方便一些了。其实这栋房子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门口的这条大河。平时这条河里面鱼类资源非常的丰富，每年的夏天，包括现在冬天的这个季节，钓鱼人还是挺多的。当然每次我过来基本上也看到这些钓鱼人呢钓上一些大鲤鱼、大草鱼之类的，所以我是非常喜欢河边的房子，这也是我当初买下这栋房子的原因。大家通过镜头看了一遍之后，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中呢也有一个答案。你们觉得这栋房子如果改造出来的话，大概需要花费多少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门口的这块位置是有一棵柚子树的，我们暂时给它保留下来。其实这栋房子也有它的缺陷，最大的缺陷我觉得还是车子开不到院子里面，只能开到房子的背后，所以说这可能也是这栋房子最大的缺陷了。好在比我们之前改造河边的那栋房子距离马路要近了许多。这边有自来水，也可以喝山泉水，这是之前主人家接过来的水管。整个院坝长时间没人居住，都已经长满了一些竹子、灌木还有杂草，清理的话需要好几天呢。刚刚我们在谈这个位置该怎么改造，院坝可以做出来，大概在这棵树的位置，在这边呢还有一小块空地，可以给它挖出来做一个小鱼塘，平时在河里面钓鱼，就可以把这些鱼呢养在鱼塘里面。旁边就是邻居家的橘子地了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整个河面还是很宽的。实际上把整个院坝的一些杂树还有一些竹子全部砍掉了之后，整个视野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也算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了。刚刚和浙江的3位大哥我们聊了一下，他们说这栋房子还挺不错的，正在考虑要不要从我手上把它买下来。那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呢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你们觉得这栋房子究竟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今天石头又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房子了。上一期的视频我为大家介绍了一栋木质结构的房子，要低价出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再来旁边这栋砖房子来看一下。这栋房子也很久时间没有住人了，可以看到这边进入房子的马路还是比较宽的，目视下大概有3米左右，我的车呢就停在了这块平地之上。这边的交通也是挺方便的，距离县城9公里，距离附近乡镇集市7公里，这边距离主干道大概3公里左右。如果自己没车的话，需要步行走到主干道才有公交车直达县城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栋砖房子原本是3开间的，后面这边是重新修建的，这边通水通电通网络。以前这是一个小小的寨子，后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，很多老百姓已经搬迁出去了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外面情况，可以看到院子外面有一大片的土地，现在种的有些油菜，之前这一片种的是辣椒啊、玉米之类的。这边的土地目视一下有1亩多地左右，整个山头这一块只有这样2户人家，而且现在房子都已经是闲置没人住了的。
那这边我觉得是非常安静的，尤其当我航拍的时候，我发现整个这块位置啊，感觉像一个四合院一样的。如果就在我们进入房子的马路那块区域装一个大门的话，几乎这块位置是与外面隔绝的。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一下这栋砖房子，有1、2、3、4、5个房间，每个房间留有单独的小门，意思整栋房子是没有堂屋的，所以里面应该是完全隔开的。这边呢比较深颜色的是装的应该是遮阳网，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窗户，很久时间没有住人啊，上面的一些玻璃啊，一些木质结构显得非常的陈旧，包括我身后的那个窗户玻璃很多都坏掉了的。这边主人家堆放的有些木材，我们这边有个习惯，到冬天的时候几乎都是靠着烧木材取暖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的楼层高度大约6米左右，开间3.5米，接近4米左右。像这样的房间住在里面，人感觉应该是比较舒服的，尤其它的大窗户透光性非常的好。站在院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它屋顶部分上面盖的是石棉瓦。石棉瓦我们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不隔热，非常的炎热，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又不保暖。像这样的石棉瓦如果后期在这边住的话，我觉得换掉的话可能会好一些。可以看到这栋房子的改造空间也是非常大的，包括它外面墙壁上的那些砖已经很多地方都是脱落了的，而且看得出都是80年代左右的建筑风格了，显得比较的旧。当然如果比较怀旧的朋友可能把它清理一下就好了，如果比较讲究的朋友呢，可能要换掉外面的瓷砖。可以看到整个院子是非常宽的，目视下大概有100多个平方左右，都已经打上了水泥地面，干干净净的。好了朋友们，那你们喜欢这样安静的房子吗？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听见底下小溪的水流声了吗？还有大山里面的鸟叫声，非常喜欢这样的环境。这边是一棵柿子树，结了很多柿子。今天我们又来看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。房子啊是通公路的，但是呢车子无法开到院坝，我们是步行从那边走上来的。进村的道路将近宽5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。这边靠近幽水河将近有200米，距离进城的主路也有200米左右。这边距离城里面有15公里，交通还是挺便利的。镜头前方的这栋房子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。房子有5间土家族的房子，结构非常不错。基本上这栋房子拎包入住，打扫的也是干干净净。木房子的旁边有一座偏房，砖结构的，这边还有个杂物间，也类似于凉亭一样的。平时呢就堆放一些杂物，或者晾晒一些衣服。这栋房子啊，主人家一般几天或者10来天回来一次，现在都搬到城里面去住了。但是主人家还是很爱惜房子，所以经常回来打理。房子的门口有一小片竹林，这边都是苦竹，前一段时间刚刚长过笋子。院坝
已经全部硬化了，将近有80多个平方左右。在那边还有个杂物间，应该也是他们家以前养猪的猪圈。还有个村里面统一修建的一个浴室淋浴的地方。房子是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大河。这是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子。房子的楼层高度将近有4.5米左右，进深将近有6米。和之前我们拍土家族的房子也是一样的，这边建的也都是3住4的房子。它的外墙已经全部上了油漆，并且打磨过了。这边因为上的是桐油，还有应该都是桐油吧，所以它的外墙板是有点发黑的。这栋房子啊是上了锁，我们是无法进去的。刚刚进入村子的时候，是碰到本地的老乡，和他们的交谈，他们告诉我说，这栋房子主人家很少回来，如果有意的也是比如说碰到有缘人，可以把它给租出去，让人代为给他管理这栋房子。实际上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因为房子呢紧靠着大河边，而且底下是有一条小溪，潺潺的流水声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。这边也有一些大树，像这棵呢就是一棵柏树，大概直径有60到70公分左右。底下呢还有一处小鱼塘。旁边的竹林呢倒是还挺宽的。那我们走进这栋房子的背后，来看一下房子背后的一些情况。这边就是他们家的猪圈，也是旱厕了。山里面喝的也都是山泉水，看就是这样的水管，从山里面把泉水牵引回来。房子的背后也有一些小乔木，这边还是一棵板栗树，这边呢有一小块空地是他们家的，种的有柑橘。房屋背后的杂草呢，刚刚才打过除草剂，基本上不会有山体滑坡的迹象。种的有些菜，还种的有些玉米。非常舒适的一栋房子。整个这个位置呢，只有他们一户人家，在对面呢，零零散散的有些住户。这个院坝还是非常宽的。平时养些鸡，这些玉米呢就丢在地上，鸡饿了会自己过来吃。这地面打扫的是干干净净。很多朋友问我，去山里面找房子，怎么找到一些闲置房呢？实际上只要自己勤劳一些，走村串巷，碰到人多问一问，村里面哪栋房子是闲置的、没人住的，基本上一问便知。像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地方，也是问了村里面的老乡，他们说这栋房子是闲置多年，而且主人家在城里面都建了房，基本上是不会回来了，只是偶尔呢舍不得房子回来打理一下。看这户人家真的是打理得干干净净，旁边的杂草才刚刚打过除草剂，这边呢还种的有些豆角。他们家旁边的地倒是挺宽的。住在这边完全不用担心有人过来打扰之类的。这边怎么有个池子有很多管子。这个池子以前应该是蓄水的，现在也没有用了。这边也是如此
这个凉亭还是挺不错的，感觉这个地方以前好像是他们家烤酒的，大家发现了没有？这个位置好像是烤酒的，这边有个烟囱啊，还挺高。在我们湘西，家家户户啊，水源比较好的地方都喜欢烤酒。这边还有个池子，应该就是烤酒的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有800米左右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到了夏天会非常的炎热。靠近河边的房子，基本上每天都吹着微风，还是挺凉快的。镜头的前方，我们看到一座石拱桥，桥的下方就是幽水河了，所以这边距离幽水河边也很近，也就200米左右。以前啊，村里面的老乡基本上都靠幽水河捕鱼为生。现在呢，河里面不能捕鱼了，所以年轻力壮的都出去打工，上了年纪的就在村里面种点稻谷和玉米，养点鸡鸭。现在养猪的也比较少了。对面呢是他们村的主要房子集中的地方，他们这栋房子呢算是独门独院，单独在这边。几乎啊，老乡们的房子都建在大山里面，环境没得说，但是生活的条件也是挺艰苦的。就像很多朋友看了我的视频之后，都挺担心在山里面怎么去生存。我想说，只要有勤劳的双手，在山里面是饿不死的。种点庄稼，养点鸡鸭，1年的生活也过得挺滋润的。看这边都是老乡们种的玉米，再过一段时间都可以收割了。整个山头只有他们一户人家，所以这条进村的道路啊，堆满了落叶，看得出来感觉很荒凉的。进入他们家的路也就这么宽，好在村子里面的马路边都装的有太阳能的电线杆，到了晚上会自动的亮灯。我倒是发现村里面很多板栗树，到秋天来这边捡板栗是很不错的。好了，我们也要回家了。那关于这栋房子呢，如果大家喜欢，我可以去问到主人家，和他再商量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今天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那这栋房子差不多10年左右没人住了，现在可以出租。这里距离县城大约23公里左右，距离附近的乡镇大约5公里。乡镇里面有集市，每5天赶一集，也是一处纯苗族集市。当然，这边赶集的时间非常的早，天一亮之后就摆满了摊位。如果你要去赶集买一些新鲜蔬菜水果的话，那就要赶个早了。这边距离主干道大约是300米左右，步行到主干道就有公交车到达县城里面。那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3开的木房子，中间堂屋，两边是2个卧室，在旁边还有一座厢房。厢房应该是上下2层的结构，上面有一处阳台可以晾晒衣服的，底下有一座小房间，基本上就是堆放一些杂物的，当然也留的有窗户。这边的马路是可以直接到达院子里面，如果有车的朋友可以在这个位置稍加的修一下，车子直接开进院子里面。院子里面
大概一半的地形是用石板铺成的地面，剩下的都是土了。旁边可以种上一些菜。这栋房子的旁边还留的有一小块空地，这上面就是进来的马路。上面的土瓦大概每3年要检修一次，每次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。旁边的偏房基本上也是这栋房子的厨房，或者在后面还有厕所。在这边有个蓄水池。那这座房子的外面还有一大片的空地，可以种菜的。当然，这边长时间没人住了，空地里面都长满了杂草。空地的外面还有一处鱼塘，也是一座小型的水库，里面的鱼非常的多。在那边还有人在钓鱼。过了水坝边就是紫霞湖的上游，那边就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，在那边钓鱼是不收费的，而且紫霞湖里面的鱼非常的多，经常是周末的时候，两岸都坐满了钓鱼人。当然，这座房子也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，挨着周边的邻居还是比较近。但是朋友们，住在这样的地方，你不用担心有人过来打扰你的生活。其实在农村里面，每家每户都有一座小院子，都各自的生活，相互之间基本上是没人打扰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栋房子的后院，从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有2栋木房子挨着在一起的。这栋房子就是没人住，可以出租的。可以看到屋顶上的瓦可能有的地方是坏掉了，需要检修。旁边这栋房子现在是住着一位老人，当然这栋房子也是可以出租的。在这背后还有几座房子，这边有一条马路，这是进入寨子的马路，大概宽是3米左右，自己有车可以开进来，非常的方便。这栋房子的马路就从这个位置下去，车子可以开到院子的那个位置。那视频的最后，我们站在院子环视一下四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